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开一个全新的单元啦，它是 Super Robot War， 就简称 SRW 超级机器人大战。那这款游戏啊，应该是陪着我每个夜晚度过1-2个小时，差不多了。反正呢，就是我每天下班除了做模型外，就是一直在打这个。对我们这种机器人迷来说，我们的下班的休闲娱乐。当然也还是玩机器人，只是说不用动手做，比较轻松。他当时呢推出了这个 PS4 的这个超级机器人大战30周年了，我就直接去游戏店预定了这个卡片，而且我以为我买到的已经是什么全部都满的。买了一阵子啊，我们师傅就问我说：“你有用塞巴斯塔跟 SRX 吗？”我就说：“为什么你可以有那2台？”哦，原来它这里有一个下载序号。我都不知道，然后就打，我一直以为他那个任务有一天打完，他就会自己跑出来。任务明显的地方你可以看到。我打开我就这个插进去，我就开始玩。后来他跟我讲以后，我才有了这个塞巴斯塔，他也有出模型。回到一个重点，我当时在买，我居然不知道他有一盒竟然可以送这个由 Katoki 老师设计的这个凶鸟30的模型，我是到最近才知道，所以我应该是用了天价。哇！不要说好了。等一下，人家说我们是潘娜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赶快来打开这一台期待已久、天价盘载架的凶鸟，到底怎么样呢？哇，叉！这不是我们 Mr. Pro 吧？他卡夹还用盘子架卖我，卡夹还给我拿走。我想说这个 Switch 买到这个可以送德龙碗，对不对？你还出功课给我？我还鼓励我们公司的人都要打超级机器人大战。什么公司会鼓励员工你下班要好好打电动？是不是多好？那你应该要买一个给我啊。好，就买一片给你。啊，你有 Switch 吗？哎，出来 ！Metal Rubber 魂。然后我们咪姐一直说，这不就是那个爆伤女妖？还蛮像的。他们都是同一个老师设计的。这个最有趣的就是它有绑绷带嘛，然后眼睛这里有叉，然后它上一代最后一台EX 凶鸟眼睛有带一个护罩，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性关系，那个时候还不能露眼睛。现在最新的那一台已经可以了，所以那一台一定会卖爆。这有印刷的底座，很有质感哦，金胖，给大家品乓一下。整体的配件呢，其实还算丰富，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造型，它还有附这个跃展轮刃的这个特效件，我觉得蛮有诚意的。最让我觉得最爽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当时因为某种原因，他这个眼睛跟天线不能露出来，所以他换了这个嘛。可是啊，他居然有附。就是这个可以拔掉，可以露出它眼睛的这个部分。我一开始以为它30周年这个眼罩是不能拆掉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值回票价。我们现在啊，从头开始看，其实他的脸真的蛮像钢弹。这整个机构的设计啊，模具的这个设计，我觉得非常的优秀就是我们有想到以一个完成品 Metal Rubber 魂可以做到这个程度。然后你看它的胸口这些结构啊、分件啊，也都做得很好。裙甲这一块呢，也有做替换件，它可以替换成原本的这个模式。腿部的表现呢，也是蛮完整的，整个细节我真的觉得很不错，而且重量感十足。那唯一有一点可能比较小的瑕疵，就是我觉得这里有点可惜。这里如果这个无缝不要做在这么正面的话就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优秀的完成品。那目前呢，你们看到这一台我觉得就是比较前期的版本，它就是少了那个黑洞加农炮。挂上那个黑洞加农炮以后，它还有旁边一些附属的小武器，整台凶鸟会真的变得更凶，拍叫啊！这个东西射出去是跃展轮刃。最新卖的凶鸟的那一个合金完成品是有黑洞加农炮，我现在就每天开着那一台，超帅！我好希望它可以再赶快出最新版的模型，我就可以做给大家看。我们来好好欣赏一下这个完成品吧。
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盒，有在玩超级机器人大战的呢，一定知道这一台，因为这个就是凶鸟30出来前的最后一台凶鸟系列的，它叫做 EX100。我们是模型频道，所以今天最硬的来了，我们今天就来开箱做起来。但是当我要开这个系列的时候，阿 Sir 他说，这台要做完了，所以你看，害我少了一个这个可以展现我做模型技术给你们看的机会。我们直接开做完的给我们看看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造型啊，跟拉牙一样，就是后面有很多这种尖尖刺刺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一把这个就是它的黑洞加农炮。那这把剑呢就比较特别了，因为它这台机体呢，除了它原本的黑洞引擎，还加入了跟 SRS 同等级的动力源，还有最强的念动力系统，所以它这个东西射出去啊，基本上跟浮游炮差不多的意思了。我觉得啦，如果有错误，请各位帮我指正。那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满满的诚意，满满的帅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可以来好好的欣赏佘先生帮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涂装，我们来做一点点的解说吧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它这个白色的这个涂装啊，一看就知道说它有先打底，然后做了高光。那做了高光以后呢，它做了一些这种边缘的这种掉漆啊。然后让它的这个边缘的立体感更强烈。那我觉得白色的部分这种掉漆斑驳啊，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留痕比较明显，比较好做。但是呢，回到它身体这个深色的部分啊，你看哦，它这个阴影这边有重有轻，可是它打得很细腻哦。好，然后它整体啊，其实它做了很多这种小小的斑驳。然后你仔细看啊，真的是有一些小小的留痕。那虽然它做的看起来有点平均，可是呢又没有不舒服，有没有？就是它整个涂装完，你不会觉得它是脏，就是使用过的一种旧的美。我觉得这个是旧跟脏之间要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，蛮不容易的。那佘先生什么都好，就有一点不太好，就是他个人实在是太节俭。你看他没有钱买瞬间胶，我们 MAD 有，他也不跟我讲，这喷嘴就掉下来。你看作品这么好，没有钱买瞬间胶粘，多可怜！大家多多支持佘先生的改套，他才有钱买瞬间胶。好啦，开玩笑的。那这个啊，深色的部分，我觉得它真的很巧妙。你看哦，边缘有做一些阴影，然后中间也做一些高光，再打一些浅浅的斑驳，然后这边呢，还有一些非常细腻的留痕，还不错哦。这看起来是他自己新增的刻线，哎呀，真的是会做的呢。天天跟我打嘴炮，没想到做模型的功力真的是如此的不错。我们来好好欣赏一下他带来的这个作品吧。看完刚刚那一台呢，终于到了我们最期待的部分了，就是由这个 Good Smile 推出的 Modeloid 系列的斑鸠。我叫我朋友买一台新的，我今天这样做起来给大家看。又要你做起来？真的，开玩笑，我们模型频道怎么可能从头到尾都不制作？我这一次就请我朋友帮我买，多帅！真的超帅，开箱做起来。为什么你开箱做起来？它上面会有遮盖胶带。为什么？哎呦，难道他帮我宿主好了吗？这我们小军呐，这他帮我买，给我偷开来玩。他为什么新的会这样子？哎呦，好贴心哦！你看这是多么贴心的朋友。看，我叫他帮我买，他直接帮我开箱做起来了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？这朋友也太好了吧！我付他一盒套件的钱，然后寄过来就是长这样子嘞。透过这个袋子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做得多么的精美。好，在开这个袋子之前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开这一台机器人的主角是谁？是一个小女孩吗？不，我一开始以为她是女的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她是一个小男孩耶。这台机器人的驾驶员呢，叫做艾尔，他呢也是最近很流行的，就是异世界转身。他死掉之前呢，
它的上一代是日本的，然后转身到了这个 Night and Match， 对 ，Night and Match，Nights。本来想到你会讲英文的，对，我英文超好的。可是你的发音是怎么回事？我因为那个那个有点，我舌头每秒震动频率太高，所以发的音有对 ，Nights and Match 到这里，他转身到这个故事，所以他帮这个机体取名了一个非常日本道地的一个名字，就叫做斑鸠。那斑鸠是在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地名，它本身是一个机器人迷，所以它加入了这个故事超级机器人大战的故事里面，你看到你在打的时候啊，他就会常常提到哦，这个机体好帅哦，这个机体好酷，就是他对很多的机械都非常有兴趣，就跟我们一样。所以这一个作者就最像我们，我觉得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好好欣赏这一台机体哈，它当时制作的一些比较细腻的部分啊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金属质感这个表现啊，做得不错。我觉得它要把这个金属的这种光泽跟重量感呈现出来，非常的好看。机体的主色的部分啊，我们同样看到呢，就是它是有打阴影，然后做一些高光，所以就是有点蓝紫那种很梦幻的颜色。但是整体看上去是非常帅、非常舒服的。他这台有去参加那个 Modeloid 办的这个比赛，还有得奖，因为它整体的处理真的非常的细腻。然后这个水贴啊，这个符文啊，都贴得非常的工整。然后这一台机体最大的特色就是，你看它有打击球啊，你看这个同一个东西要涂4次，但是我觉得跟 Freedom 那种比起来，这还可以的。但是这个分色很辛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剑的这个分色。你看它这个刀身跟剑这里、剑锋这里哈，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要想办法把这个遮盖得很工整。然后这边也是要用遮盖，这里也是用遮盖的。我觉得这台制作上非常辛苦的，应该就是这个部分，你要同一个做4次，然后2面，哇，8次，想到就头痛。还好它。也不是还好，真是的，我就想做这一台，我最想做这一台。我的朋友为什么都不给我做呢？都帮我做完了。你最喜欢遮盖啊？对，我最喜欢遮盖，我最喜欢做这种重复性工作最高的工作。然后他们都帮我做完了。好啦，我们来好好欣赏这台作品吧。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超级机器人大战系列的开箱，实在是太丰盛了。我真的很想要把这所有的这个摆出来啊。然后我们在打电动的时候，最爽的时候就是什么？派出这些指定的机体的时候，就会这样升，然后就把那个旗格摆满，超帅的。我们的目标就把它看，我们干脆用这些机体做场景算了，把那个超级机器人的场景对战的这个做出来。他作品都不用还给别人啊？应该不用吧？我看他们有没有打电话给我，没有就算了。那我电话号码换了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那你旁边那2盒是干嘛的？哦，这个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要开箱做起来吧。但是我目前呢还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台。我们下一次啊，我们先做这个套件解析跟攻略给大家看，然后再给观众投票，到底我们要做塞巴斯塔还是古铁，好吧？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去玩这一款游戏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做模型做一做会没有动力。那没有动力的时候，你在玩这个游戏以后，你就会觉得，那个热血回来了。那个热血回来以后，就会刺激你很想做模型。像阿史他最近就很想做 V2 跟这个10元，就是因为他刚好也都出现在这个超级机器人大战里面。然后我也很想做这个斑鸠也被做走，我很想做海牛也被做掉。下次见，拜拜。